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小薇说案。我们平时在看新闻的时候，经常会听到禽兽不如、人伦丧尽这样的成语。有时候我们只是把它们当作极具冲击力的修辞，从没有想过这8个字竟然会在现实中以一种如此残忍、如此鲜血淋漓的方式，让我们感到窒息。2026年4月，湖北武汉一则刑案详情被媒体披露。这起案件发生的具体时间其实是2025年11月29日，一个年仅4岁的女童被自己的亲生父亲从睡梦中叫醒，带到了距离他家180多公里的武汉汉阳长江边，强行按入了冬夜冰冷的江水之中。而支撑起这场冷血杀戮的底层动机，竟然是一份案发前5个月购买的价值仅60元的互联网少儿意外险。根据保单显示，这份保险的身故保额为20万元，而受益人那一栏赫然填写着凶手，也就是这位父亲的名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回到2025年的那个冬夜，沿着时间线、证据链、法律逻辑与人性深渊这4个维度，重新审视这起案件，看这位父亲如何用5个月的时间把60元的保单变成女儿的死亡通知书。今天故事的起点其实并非案发那一刻。根据上游新闻、京云新闻等多家媒体的综合报道，本案的嫌疑人姚某某30岁左右，职业是一名外卖员。他与妻子陈女士于2020年结婚，第2年，也就是2021年，生下了女儿小林。小林是个可爱的孩子，但她从出生起就与众不同。她患有轻微的白化病，在医学上，这表现为肤色比常人偏白，发色呈金黄，视力稍弱。但是这个小女孩的身体发育是完全正常的，她活泼开朗，在幼儿园成绩优异，并不需要昂贵的专项治疗，家庭几乎没有任何额外的医疗负担。在母亲陈女士眼中，女儿就是她的全世界。然而在父亲姚某某眼中，女儿却不是血脉的延续，而是一个累赘，一个瑕疵品。由于感情不和，陈女士与姚某某在案发前1年左右便已分居。平日里都是陈女士独自拉扯孩子，只有到了周末，小林才会被接回爷爷奶奶家小住。就在这段短暂的接触中，姚某某对女儿的厌恶已经达到了病态的程度。据陈女士透露，姚某某曾在微信群里公然发表诸如孩子出事反而欣喜、消灭废物等极端冷血的言论。他嫌弃女儿的外貌，觉得这个孩子丢了他的脸，甚至扬言这是一笔巨大的负担。在外人看来，这只是一个普通的小家庭，但只有陈女士知道，这个家的天早在女儿出生时就塌了。姚某某作为一个父亲，缺失的不仅仅是陪伴，更是最根本的人性。谁也没有想到，这份根植于骨髓里的嫌弃，并没有随着时间消逝，而是在金钱的催化下，发酵成了一场持续5个月的杀女阴谋。时间拨回到2025年的夏天，2025年6月28日，一个极其普通的夏日，姚某某在手机上通过支付宝操作，花费60元，给年仅4岁的女儿小林购买了一份名为“小顽童”的少儿意外险，身故保额是20万元，受益人写的是姚某某自己。从这一刻起，那个叫父亲的人其实已经在心里抹掉了女儿这2个字，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冰冷的可以兑换成钞票的数字。20万或许只是他欠下的赌债的零头，或许只是他贪婪的欲望，但无论动机是什么，这场长达5个月的无差别蓄谋正式拉开了序幕。在案发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姚某某表现得与平时并无二致，他没有表现出焦虑或恐慌，依然偶尔接送孩子，依然冷言冷语。直到案发前2-3天，他突然像变了个人。他破天荒地请假，带着女儿去商场抓娃娃、买零食，陪她玩游戏。对于一个4岁的极度缺乏父爱的孩子来说，这简直是上天的恩赐。小林高兴坏了，拉着爸爸的手蹦蹦跳跳，晚上还特意给妈妈发语音，奶声奶气地说：“爸爸今天对我好温柔。”可陈女士不知道，这根本不是父爱的回光返照，而是一个杀人凶手精心安排的最后的告别仪式。
姚某某给女儿注入的那一点温情，是为了麻痹家人，更是为了麻痹自己那早已荡然无存的良心。2025年11月28日傍晚，这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周五。姚某某向妻子发送消息，说自己要去接女儿，带她去爷爷奶奶家过周末。陈女士没有任何犹豫，就让她把孩子接走了，毕竟那是孩子的亲生父亲。谁也想不到，这竟然会是永别。当晚8点多，出于母亲的直觉和牵挂，陈女士发起了视频通话。电话那头，姚某某语气平静，甚至带着一丝不耐烦。他说自己正在外面跑外卖，女儿已经乖乖在爷爷奶奶家睡着了，一切正常，让他不要担心。然而，就在这通电话挂断后不到2个小时，晚上10点钟，姚某某撕下了所有伪装。他叫醒了已经入睡的女儿，为了防止孩子在半路哭喊暴露行踪，甚至残忍地往女儿嘴里塞了一块饼干。随后，他抱着女儿鬼鬼祟祟地下了楼，登上了一辆早已预约好的商务车，连夜驶向了180多公里外的武汉市汉阳区长江边。凌晨0点40分，漆黑的江面上反射着零星的月光，刺骨的寒风在空旷的江滩上呼啸。车子到达了目的地武汉汉江江滩。此时的姚某某手里牵着的是他4岁的亲生骨肉，心里装着的却是20万的不义之财。据后来律师从警方处获悉的笔录显示，姚某某的行凶过程充满了冷静的算计。他并没有一上来就动手，他先是带着女儿在江边逛，试图在一处小桥旁假装拍照下手，但因为他敏锐地注意到了那个位置有监控探头，他放弃了。他继续走，寻找了一处极为隐蔽、树木茂密的浅滩。凌晨1点左右，他确定四周无人，没有监控之后，终于露出了獠牙。他强行将4岁女儿的头部按入冰冷的江水之中。4岁的孩子在这个身高1.7米几的壮年男子面前，像一片落叶一样无力。小林拼命挣扎，大声哭喊，他挥舞着小手，想要抓住爸爸的胳膊。那一刻，他喊的也许是爸爸，也许是救命，但在冬夜咆哮的江浪声中，什么也传不出去。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是，姚某某为了不留下明显的抓痕或外伤，以免被法医鉴定为他杀，他甚至刻意控制着按压的力度和时间。他就这样冷眼旁观，看着自己的女儿在生死线上挣扎。在确认女儿大量呛水，彻底失去知觉，陷入昏迷后，姚某某松开了手。他没有犹豫，没有迟疑，直接将穿着羽绒服、浑身湿透的女儿推入了离岸约3米远的江心。把孩子推入深水后，他甚至做出了一个更加丧心病狂的举动。他沿着江岸一路跟随，看着那个小小的身体在寒冷的江面上无助地漂浮、沉没，直到确认女儿彻底停止了挣扎，再也没有浮出水面，他才满意地离开。在确认女儿溺亡后，姚某某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是忏悔吗？不是。是恐惧吗？也不是。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掏出手机，拨打了110。在电话里，他用一种急切而悲痛的声音报假警，称自己的女儿意外失足落水。民警与救援人员迅速赶到现场。当小林冰冷的遗体被打捞上来时，令在场众人震惊的一幕发生了。这个在10分钟前刚刚亲手按死女儿的父亲，忽然扑通一声跪在了湿冷的岸堤上。他开始嚎啕大哭，表情撕心裂肺，一边哭一边对着一具毫无生命体征的遗体笨拙地装模作样地做起心肺复苏来。他试图让所有人相信这是一个痛失爱女、悔恨交加的父亲，试图把一场蓄意的谋杀伪装成一场令人同情的意外事故。然而，他低估了现代刑侦技术，更低估了办案民警的职业素养。办案民警在深夜的现场排查中，立刻发现了诸多致命的疑点。事发地点是深夜极其偏远的江边，一个4岁的幼童怎么可能在这种时刻独自跑到这种地方失足？现场并没有任何孩子玩耍或失足的明显痕迹。更离谱的是，姚某某虽然在哭，虽然在做心肺复苏，但他的眼睛是冷静的，他的一切行为都带着一种排练过的生硬感。
审讯室里，在铁一般的证据链面前，姚某某的心理防线崩溃了。他终于承认，所谓的压力大、孩子患病都是借口。他亲手杀死女儿的动机就是为了骗保。他花60元买保险，提前5个月预谋，刻意挑选节假日带走孩子，长途跋涉到异地，选隐蔽地点，控制施暴力度，报假警、假急救，每一步、每一个细节都指向了4个字，那就是蓄意谋杀。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后，引发了巨大的法律争议与社会讨论。目前，姚某某因涉嫌故意杀人罪，已被武汉汉阳警方依法刑事拘留，现羁押于汉阳区看守所。根据相关报道，姚某某的家属提出了一个在法律重案中并不罕见的辩词，申请对姚某某进行司法精神病鉴定，意图证明其作案时精神状态异常，以此来争取减轻处罚。对于这一诉求，被害女童的母亲陈女士表达了坚决的不认同。在接受采访时，陈女士痛斥了这一说法。她认为，姚某某从5个月前开始预谋投保，跨地域远距离作案，刻意选择没有监控的隐蔽地点，甚至为了防止留下外伤而刻意控制按压时间。这一整套作案手法逻辑清晰，计划周密，完全没有所谓的精神异常特征。一个真正失去控制能力的人，不可能完成如此缜密的犯罪链条。司法精神病鉴定的结果将成为本案量刑的关键拐点。但正如北京泽亨律师事务所胡磊律师所言，是否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关键在于作案时能否辨认控制自身行为，而非事后是否存在情绪障碍。姚某某在作案过程中展现出的冷静、缜密和反侦查意识，无疑让他的精神异常辩护显得苍白无力。故事讲到这里，我感到深深的压抑和窒息。我不知道在深夜里，当姚某某把女儿的头按进冰冷的江水时，听到女儿那一声声爸爸的呼救时，他的手有没有过哪怕一瞬间的颤抖。我不知道，当冰冷的江水没过小林口鼻时，这个4岁的孩子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对父亲这个词汇留下的究竟是爱还是恨？4岁的孩子没有错，患有白化病更不是他的错。他在努力的活着，在上幼儿园，在努力的去爱这个对他并不温柔的世界。然而，他却被一个叫父亲的人以60元钱的砝码活生生地称出了生命的重量。原来，在父亲的眼里，他的命只值20万。目前，该案还在进一步侦办中，相关的司法精神病鉴定结果也尚未公布。我们相信，也始终坚信，法律会还小林一个公道。愿这个长着金发、皮肤白皙的小天使，在另一个没有伤害的世界里，不再有歧视，不再有寒冷，能好好的慢慢长大。我是小薇，请和我们一起关注这个案件的后续。感谢您今天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白马爬行，山花娇艳莫似窗，染红巾，牧人山雨滴，水烟袅袅兮。桃豆生南国，春来发起枝，愿君多采撷，使最相思。感谢大家观看今天的案件解析。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别忘了点赞、订阅小薇说案，打开小铃铛，第一时间获取最新更新。有什么想法或想听的案件，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和小薇一起讨论。我们下期再见。